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同为内娱影圈顶流，王一博、朱一龙不存在量的差距，却存在质的差距。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明星这个职业光鲜亮丽，他们不仅日常收入高，而且社会地位也很高，因此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要进入这个圈子。但是娱乐圈真的就是一个圈，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并不容易。而即便有些人有幸踏入这个圈内，但是想要在一众俊男靓女当中脱颖而出，比拼的不仅是颜值和实力，而且还有背景和机遇，成名之路尚且如此艰难，想要成为娱乐圈公认的人气明星，其难度更是可见一斑。幸运的是，王一博、朱一龙不仅双双跻身人气明星的行列，而且还成为娱乐圈公认的顶流明星。我们都知道，王一博、朱一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一博通过网剧《陈情令》一夜爆红，而与他一并走红的另一位男星正是肖战，而朱一龙则是通过网剧《镇魂》一夜走红，与他一并走红的另一位男星则是白宇。王一博、朱一龙都是通过热播网剧一夜爆红，让他们走红的网剧也都是双男主，他们的名字当中不仅都带着一个一字，而且他们走红之后也都双双跻身流量明星的行列。王一博与朱一龙原本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而就在近日，他们又一同入选内娱影圈四大男顶流，王一博、朱一龙注定今生有缘。近日，某平台发起了一个内娱影圈四大男顶流的投票活动，经过一番紧张投票之后，最终易烊千玺、王一博、朱一龙、王俊凯四位男星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对于网友选出的内娱影圈四大男顶流，易烊千玺无可争议，王一博、朱一龙也当之无愧，唯独王俊凯不管在影片数量和票房号召力方面都有待提高，因此王俊凯入选争议最大。在这份入选名单当中，易烊千玺的优势太过明显，王一博、朱一龙入选也绝对当之无愧。且不说其他，仅2023年到目前为止，电影院已经上映了《无名长空之王》两部王一博领衔主演的影片，且这两部影片上映之后均创下超10亿元的票房成绩。另外，王一博的新片《热烈》也将于近期上映，所以王一博入选这份名单，绝对实至名归。而时下由朱一龙领衔主演的影片《消失的她》正在电影院热映当中，截止本文发布时，该片上映5日累计票房已突破10亿元大关，而按照目前这样的票房增长态势，该片最终票房突破20亿元大关也指日可待。另外，今年下半年朱一龙仍有《志愿军》和《编的错误》两部影片上映，以朱一龙的口碑和个人号召力，料想这两部影片上映之后也会创下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所以朱一龙入选也绝对名副其实。虽然同为内娱影圈顶流，但是王一博、朱一龙似乎不存在量的差距，只是存在质的差距。论人气，论粉丝数，论话题性，论知名度，论影片产出，论累计票房，论个人票房号召力，王一博、朱一龙几乎不相上下，两人的表现旗鼓相当，难分伯仲。在数量这个级别，王一博、朱一龙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同为内娱影圈顶流，王一博、朱一龙在质量这个级别却存在着肉眼可见的明显差距。论个人演技，尽管最近几年王一博的演技提升显著，但是与朱一龙比较起来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朱一龙成名以来，他频繁现身各大颁奖典礼，虽然他获奖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所谓提名及肯定，朱一龙的演技不仅赢得业界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同时也得到观众的高度肯定。比较之下，王一博要逊色许多。在影片质量方面，朱一龙成名之后参演的数部影片全都是口碑上乘的精良之作，而反观王一博成名之后参演的数部影片，其空有票房却没有口碑，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的差距。同为内娱影圈顶流，王一博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流量派顶流，而朱一龙给人的直观印象却是一个实力派顶流。这种差距是时间的差距，也是实力的差距。毕竟王一博年少成名，成名之路也一帆风顺，在表演方面他没有经过太多的历练，以至于在演技方面他还显得比较稚嫩。而朱一龙曾经历过一段演艺事业的低谷期，他直到30岁时才凭借《镇魂》意外走红。多年默默无闻的打拼经历，使得朱一龙的演技更加成熟自然，也最终让他成名之后可以身兼流量明星和实力明星的双重身份。在数量这个级别，王一博与朱一龙不相上下，甚至还有所超越，但是在质量这个级别，王一博在追赶朱一龙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话说王一博的《无名》与《长空之王》哪部影片更耐人寻味呢？作为王一博的路人粉，自然是没有趁着热度去上赶着看荧幕大电影《无名》与《长空之王》了。但是在线上能看之后，自然是看了再来说一下。因此王一博的《无名》与《长空之王》哪部影片更耐人寻味呢？除去王一博这个主演之外，他的演技大家有目共睹，没有特别让观众尴尬的地方，当然也没有让观众出戏的地方。虽然不能说这是演员的最高境界，但是至少是还有进步的空间的。因为演员的最高境界是让观众入戏，并且从角色本身中看不出演员本人，以及让角色获得自身的性格、特色等，就是要将角色演活。因此除去他这个主角之外，电影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剧情、制作。其实《无名》和《长空之王》不算是一种类型的影片，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点科普的味道。无名是在讲述一群在抗战时期无名的英雄，而长空之王是讲述一群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前线的战士以身试飞机的英雄，都是英雄，且都不被普通大众所知。而在看了这两部电影之后，一些观众才能从中了解到，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有一群不被人所知道姓名的英雄，正在为中国的安全发展做着重大的贡献。再来说剧情，无名的剧情其实是倒叙与插叙结合，这就比长空之王增加了剧情的复杂度以及观众可能在观影时的不耐烦度。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无名的镜头拍摄和构图以及画面感还是胜于长空之王的。而长空之王的镜头感不错，但是画面感还是略微稍逊无名一点。可能色彩这种东西真的是能够最快的抓住人的眼球了吧。最后说王一博饰演的主角的故事线，也就是主线。无名里他就是一个无名的英雄，且还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英雄。但是在长空之王里，他只是一个从不懂事的莽撞小子，最后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是非员。因此按理来说，长空之王应该在后期的时候更多的塑造是非员的悲壮感，但是身为观众，我只看到了用感情来影响观众情绪的温情戏，反而是非员的壮举什么的，什么也没看到。而像无名中，王一博完结任务后，有种与世界的隔离感，
和旁观感。想必任何经历过生死、死里逃生的人来说，这种无实感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但是长空之王的悲壮感却没有表现出来，于是便导致长空之王只能成为科普性的电影了。你们觉得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